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最新一期的房车夜话。我已经不记得有多久没有更新了，可能最后的一期房车夜话还是在3年前吧，时间过得很快啊。之所以要捡起来，可能还是因为自己还是很喜欢这种感觉，这种在夜晚安静的夜晚跟大家说说心里话的感觉啊，聊聊天的感觉。我甚至有一种想做播客的冲动啊，但是没有付诸实施啊。也许有一天心血来潮会去做一做。人生嘛，就是各种体验啊，人生很精彩，不要让自己的人生过得平淡无奇。有什么想法呢，就尽自己所能的去实现它。大家听见了吗？能听见雨声落在我车顶的感觉啊，我是非常喜欢这种感觉的。周围很安静，甚至能听见树叶掉在地上的声音。那么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呢？想什么聊什么吧。有朋友说我好像没什么烦恼啊，烦恼比较少。其实是个人都有烦恼了啊。你别说我了，你就说什么像这个搜狐的这个老板啊，早就已经是钻石王老五了，他也有烦恼，对吧？每个人都有烦恼，但是呢，有减少烦恼的方法。那么我的方法呢，就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啊，也快50岁了啊，也活得比较清楚了。虽然看我视频的也有很多老大哥老大姐啊，不要笑话我啊，但是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年龄。我觉得告别烦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啊，有那么几条啊。第一条呢，就是把你的圈子啊改一改，告别那些繁杂的无用的社交啊。你像什么同学聚会啊，像什么一些什么没有意义的聚会啊，不参加啊，从不参加。你包括我，还有像一些亲戚聚会我都不去啊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啊。有时候我妈说活得比较毒啊，叫做什么房梁上开门啊。我只和最亲近的亲戚走动走动啊，并不是说所有的亲戚我都走动。所以这方面呢比较可能跟很多人不一样，很多人是巴不得是一大家族哦，好家伙，三大姑八大姨他都走动啊，觉得挺累的啊。可能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，因为有的人活的这种情况不允许说不走动啊。我不是啊，这方面也少了很多烦恼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和一些相对正能量的人在一起，不要老和一些负能量的人在一起啊。负能量的人在一起呢，总会拖你的后腿啊，总会让你的一些雄心壮志实现不了啊，对吧？你比如说，你突然间有一个想法，或者说你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想法，那么你如果跟一个负能量人在一起呢，他就告诉你啊，这不行那不行，对吧？你可能很多事情就实现不了了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个人认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，就是你的这个交往的人尽可能多一些正能量的人啊，或者说是跟相对成功的人在一起啊。因为我也不能说一棒子打死了啊，因为有些人呢，他可能混得不是很好的时候，他总是从别人身上找原因，从社会上找原因啊，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，就所谓的怨声载道什么社会不公啊，或者说是什么自己的际遇不好了，对吧？就完全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啊。像这样的人也
不要深交啊，它会给你带来一些很不好的情绪价值啊，没有必要啊，这是我个人认为。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，能够使你这个相处的心情比较放松的人在一起。你比如说不斤斤计较啊，这种例子很多了啊。你比如说这个前几年或者前段时间，不是有很多人什么扎堆养老嘛？什么几个女的啊，或者几对中老年夫妻啊，扎堆在一起买了个院啊，他们号称以后要抱团养老，对吧？结果呢，很可能1年都坚持不下去就完蛋了啊，花了一堆钱买了一个院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啊，各种习惯都不一样，很难这种所谓的抱团养老的啊，哪怕是再好的朋友，因为他们并没有朝夕就是所谓的没有这种朝夕相处啊，是看不出来问题的，对吧？有的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，或者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取向不一样的地方啊。你说他斤斤计较也好，你说他跟你这个价值观不一样也好，反正总之了，就各种理由吧啊。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你也会很累啊，你的精神会很累啊，所以你要和相处的愉快的人在一起啊，这都是能够带给你比较好的情绪的一些人，不会让你陷入烦恼之中，或者少烦恼啊。那么这就是我的个人的一些看法啊，这很重要啊，很重要。另外你自己本人呢，也要有一些怎么说呢？有一些你自己的想法啊，或者说是理想，或者说是梦想啊，你只要还有这种想法，那么你的这个生活还是有意义的。如果你觉得好像没什么奔头了哈，就这样了，也不是不可以啊，只是说，是吧？好像少了点什么啊。有的人说这个和年龄有关系啊，年龄越大，梦想越少，是这个道理啊。因为你比如说消费这一块啊，年轻人是主力军啊，年轻人或者中青年人是主力军，人到了老年，这个消费欲望都降低了，也就是说就算你有钱都不想花了，对吧？你包括你还想买那种很时尚的衣服吗？啊，或者说你还想换更好的车吗？你可能都这种方面的这个欲望都降低了。但是降低了不等于没有啊，你还是应该赶上这个时代啊。作为我个人来讲啊，我觉得怎么样能赶上这个时代，就是你要学习啊，始终跟这个时代同步，不能让自己的这个知识面啊太窄，要跟上这个时代啊。你比如说前2天最新公布的这个 ChatGPT 啊，就是一个聊天机器人啊，当然它的作用不仅仅是聊天机器人，它是一场这个人工 AI 的一个智能 AI 的一个革命。你要掌握这些信息啊，然后初步的了解，你要知道我们人类未来的发展是什么啊，要有这种眼光啊，要有这种跟时代同步的这种兴趣啊，你才不会被这个时代所抛弃。要勇于的接受一些新的事物，不要越活越固执啊。咱们都说老顽固，以前总是说别人老顽固啊，实际上自己呢也是一样的。你可以反思一下自己啊，你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就越来越听不进去所谓的别人的劝谏啊，或者别人的意见。反正我是啊，我真的是这样，发现我现在也是很难听进去。但是我学会了一点啊，
就是不要过多的去争什么啊，非要争个赢啊。其实呢，争来争去反而你可能会输。有时候你认个输啊，认个怂，反而大家都好啊。这是我的切身体会。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？就是豁达一点啊，这个心胸豁达一点。当然了，心胸豁达并不代表说你没有个性，你没有自己的脾气啊，你肯定也是有的，对不对？只要不挑战你的底线，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稍微豁达一点的啊。有的人说一忍再忍，忍无可忍，是他不能老是挑战你的底线，对吧？挑战你的底线的时候，你可能会突然爆发一下。anyway， 就是说我是说我们豁达一些，心胸豁达一些啊，可能生活当中就不会有太多的烦恼来困住你啊。哇，今天也说了一堆哈，无所谓，没有条理性啊，就跟大家侃大山，这也是房车夜话的意义啊，也就是说，你可能不认可我，你可能一笑了之 ，OK 了啊。感谢你们的时间，感谢你愿意把这个时间花在我这个视频上。好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